人类为什么开始吸烟？一个比文字更古老的秘密。想象一个没有时钟、没有城市，甚至没有语言的世界，只有黑夜、寒冷和一堆燃烧的火。你蜷缩在火旁，烟雾直直窜进脸。你咳嗽，揉眼睛，但在某个瞬间，你突然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轻飘飘的，平静的，几乎是愉悦的。这个瞬间可能距今超过100万年，而它很可能就是人类与烟雾之间这段漫长关系的起点。第一章，火不只是光和热。2026年，一篇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的最新研究再次改写了历史。南非奇迹洞穴的深层地层中，科学家发现了烧焦的小型哺乳类骨骸，年代距今约179万年。那些骨骸深埋在洞穴内部约30公尺处，远远超出任何自然野火能够燃烧到的范围。这不是意外，有人把火带进来了。那个人是直立人，我们的远古表亲，脑容量比我们小，眉脊比我们厚，但已经懂得主动控制火。每一个围坐在火旁的祖先都在吸烟，不是主动选择，是别无选择。烟雾是那个时代的空气，但问题来了，他们烧的不一定只是普通木头。第二章，一次意外改变了一切。当你燃烧不同的植物，你得到的不只是灰烬。某些植物在燃烧时会释放出影响人类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生物碱、萜类化合物。也就是说，我们的某些祖先很可能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在篝火旁飘飘然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记住了那种感觉。这件事之所以说得通，有一个关键的生物学原因：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内建了对应大麻素的受体。这套系统在脊椎动物的演化史中已存在超过4亿年，调节着情绪、记忆和食欲。它不是为了外来植物而存在，它本来就在那里。这意味着，当某个祖先第一次吸入含有精神活性物质的烟雾时，大脑的反应不是困惑，大脑的反应是认出了一把熟悉的钥匙。第三章，帕米尔高原的秘密。2019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在帕米尔高原的古代墓地挖掘出10个木质火盆，火盆里的石头曾被加热至极高温。化学分析的结果显示，那是大麻，而且是4氢大麻酚含量异常高的品种，年代大约是2500年前。这是目前科学界确认最早有直接物证支持的刻意使用精神活性大麻的记录。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在那之前呢？有机物质几乎不可能在土壤中存活几千年，300万年前的石器能留存至今，因为石头不会腐烂，但一根木质烟豆、一袋干燥草药，几百年内就会回归尘土。找不到更古老的证据，不代表没有更古老的行为。缺乏证据，不等于不存在的证据。第4章，那个希腊人说的是真的。西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个场景：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会在仪式结束后搭起密闭帐篷，把石头烧到发红，再将大麻种子投上去，然后坐在帐篷里集体吸入烟雾。希罗多德说，他们在帐篷里因欢愉而嚎叫。几个世纪以来，这段记录被历史学家视为夸大或误解，直到考古学家开始挖掘斯基泰人的古墓，青铜火盆、烧过的石头、大麻残留物，与希罗多德的文字完全吻合。那个人只是在诚实的报告他所见到的事，他没有夸大。如果说有什么，他甚至描述得太保守了。第5章，烟草，一段被彻底误解的历史。说到吸烟，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香烟，但烟草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被严重的曲解了。2021年，《自然人类行为》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在犹他州大盐湖沙漠的一个古代灶坑中找到了野生烟草的种子，年代距今约12300年，这比任何已知烟豆文物早了将近9000年。这也意味着人类与烟草的关系远远早于农业的出现。而在那之后数千年的美洲原住民文化里，
烟草从来不是午休时间随手点的东西，它是神圣的。萨满吸烟是为了开启与灵界之间的连结，向人吹烟是一种祝福的仪式。在协商谈判时，共同吸烟代表盟约的建立。烟雾本身被视为一种有灵性的信使，带着人的祈祷升天，带着灵的讯息落地。把烟草当成日常消遣这件事，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发明。第6章，第4种驱力。为什么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人类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改变意识状态的习惯？精神药理学家罗纳德·西格尔在1980年代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理论：追求自醉是人类除了饥饿、口渴和性欲之外的第4种生物驱力，而且这不只是人类的现象。大象会主动寻找发酵过的果实，西伯利亚的驯鹿会吃某种蘑菇，吃完之后还会去喝其他也吃了蘑菇的同伴的尿液，因为精神活性物质在排泄后依然保持完整。驯鹿在做药物循环再利用，说真的，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连动物都有这种冲动，那么在农业、文字或任何我们认识的文明出现之前很久，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主动寻找能改变感知的植物，这几乎是可以确定的。第7章，烟雾是最古老的药。在成为娱乐之前，吸烟是一种医疗行为。现存最古老的医学文献之一，古埃及的埃博斯纸草，陈述于约西元前1550年，里面记载了透过吸入加热草药的烟雾来治疗喉咙和肺部疾病的方法。用吸烟治疗肺，从现代角度来看，这几乎是个笑话，但在当时，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如果植物有药性，烟雾是将它直接送达肺部最快的方式。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中有一个叫做引烟的实践，透过特制的烟豆吸入不同配方的草药，针对不同症状有详细的记载，是一套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医疗系统。在没有抗生素、没有外科手术的时代，有时有效已经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了。第8章，那扇门是如何被踢坏的。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令他困惑的景象：岛上的居民手持燃烧的叶卷，把烟吸入体内，再从鼻子和嘴巴缓缓呼出。他的船员完全看不懂。几周后，他的船员全部都试了。美洲原住民花了超过1万年，将烟草植入仪式、医疗和社群的结构之中，而欧洲的工业家在短短几个世纪内把它变成了一条生产线。到了20世纪，工厂制造的香烟让烟草的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宜、更方便、更令人上瘾。烟草公司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压制自家科学家整理出来的致癌证据，他们雇佣医生为产品背书，他们向儿童行销，他们在配方中添加化学物质，让尼古丁的作用更快更猛，在体内消散得更急，为的是让人更快点燃下一根。一个萨满和一个20世纪的烟草公司主管使用的是同一种植物，但这两者之间横跨着人类历史上几乎最深的道德鸿沟。尾声，同一堆火旁的人，没有人能确切回答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选择吸入烟雾的。实物证据能带我们回到12000年前，行为动机可能比那古老得多。改变意识的渴望，用烟雾连接彼此，将吸入性植物作为药物。这些行为早在农业之前，早在文字之前，早在你曾学过的任何历史之前。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写历史的时候，这些习惯早已古老的无从追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你坐在夏夜的篝火旁，闻到木柴燃烧的气味，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熟悉感。那不只是记忆，那是比记忆更深的东西，是100万年积累下来的，藏在骨子里的熟悉。故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我是阿才，这里是阿才的研究日记。我们下次继续研究。这次的动画转的风格，你们喜欢哪一个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